Hello everybody, I'm Maxi. Welcome to a new episode of Can You Understand? In today's episode, let's talk about toilets in China. I mean the rooms where you do your gotta go, not just the fixture in that room. So what kind of toilets you can expect here, and all the thingamajig's names that you need to talk about them. So if you are new to this series is divided into 3 parts: beginner,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I'm gonna talk about the same topic from different aspects in them. And again, before you start, I've made subtitles for this video. If you want to read Chinese with its pinyin, use the Chinese subtitle. If you want to read Chinese with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use the English subtitle. Okay, let's get started.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厕所。人要吃饭，人要喝水，然后人要上厕所。如果只尿尿，这叫上小号；如果要拉屎，这叫上大号。在中国，厕所分为2种，有坐着上的，这叫马桶；还有蹲着上的，那叫蹲坑。我不喜欢蹲坑，蹲着很累，还会看到脏东西。但是有人喜欢蹲坑，我不理解。那么厕所在哪里呢？在中国，找厕所很容易，商场里面有，地铁站里面有，公园里面有，马路边也有，这些地方都有公共厕所。你还可以打开手机，在地图上搜索厕所，找厕所不是问题。对，找厕所不是问题，但是中国的公共厕所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通常不提供卫生纸。没有卫生纸，你就不能擦屁股，所以你需要自己带卫生纸。不过不用担心，你不需要在包里放一桶卷纸。中国的卫生纸有很多种，有的很容易携带，这种叫卷筒纸或者卷纸。这一种我会买来放到厕所里。这种叫抽纸，这种我会买来放到厕所以外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这种小包装的卫生纸，这种叫口袋纸或者手帕纸。这一种很容易携带。口袋纸和抽纸都可以叫纸巾，因为它的形状像一块手巾。除了这些卫生纸，现在我们还有湿厕纸。湿厕纸是湿的，通常还有杀菌的功能，可以把屁股擦得更干净。我家的厕所同时放了干厕纸和湿厕纸，我会先用干厕纸，再用湿厕纸。湿厕纸也有小包装的，我的包里就有一小包湿厕纸。现在比较好的商场会在厕所里提供厕纸，但是我还是喜欢自己带纸，因为我觉得自己带的纸更干净。除了干厕纸和湿厕纸，我还会在包里放第3种纸，这就是消毒用的湿纸巾。这一包是酒精湿巾，它其实不是纸，更像是一种布，但是我们把它叫做湿纸巾或者湿巾。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我可以先用它给手消毒。如果要在外面用马桶，我可以先用它给马桶圈消毒。湿纸巾也分大小包装，我会在包里放小包装的，而在家里放大包装的。所有这些东西都很容易买到，超市里、便利店里、网上都可以买到。好，欢迎来到高级的部分。首先，我想来给刚刚那2部分补充一点信息。第一个是中国的厕所有几个不一样的叫法，你可以说卫生间或者洗手间。另外，有很多中国人以为厕所在英语里叫 WC，
如果你跟他们说 toilet， 他们可能听不懂，但你如果说 WC， 他们就懂了。我想补充的第二点是，除了刚刚说的那些地方可以找到厕所，你还可以去基层的政务部门找厕所，比如现在很多居民区能看到社区服务中心，这些地方是对公众开放的，你可以去用里面的厕所。那么这些谈完了，我们来谈谈中国的厕所到底干不干净吧。我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多来中国旅游的视频，说中国的厕所多么的干净。确实，在比较好的酒店和大商场里面，厕所通常挺干净的，但是中国也有很多不干净的厕所，所以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中国有些厕所还是比较脏的，比如有些马路边的厕所通常就不太行，上海的稍微好一点。所以请各位旅游博主不要再疯狂的拍中国的公共厕所了好吗？我真的不想在视频里面看到厕所，再干净的厕所它也是个厕所。如果你看到的厕所都很干净都很豪华，那我恭喜你，但那不是中国的全貌。而且请不要再拍蹲坑的那个洞，然后告诉我它多干净了好吗？每次看到我都恨不得把手机给掰了。就算那个洞再干净，它也是一个厕所洞，我真的不想看到厕所洞。而且怎么会有人拍了那个厕所洞，然后马上去拍村里的烧鸡，再告诉我那个烧鸡多好吃？这是什么逻辑啊？真的不要再拍那个洞了。那么话说回来，哪里更容易找到干净的厕所呢？我觉得酒店1楼和大型商场里的厕所通常是最好的。这些厕所一般不光很干净，而且装潢的不错，设施的质量也很好。通常商场和酒店越新越高档，体验就越好。然后是地铁站、公园和政务部门。我这里说的是上海、深圳、武汉这样的大城市的体验，小城市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但总之，这些地方的厕所通常也是维护的挺好的，一般来讲都比较干净。但是这些厕所的设施经常会显得比较简陋，有的甚至会看起来比较旧。东西一简陋一旧，就比较容易让人觉得脏，对不对？所以去上这些厕所肯定不会像去上大商场里面的厕所那么舒服，但是通常也不用太担心。那么最差的厕所一般是马路边的厕所和一些老旧的或者很小的商场里面的厕所，这些厕所通常维护的不是很好，比较脏，人流量大的时候会很恐怖。不过总而言之，在中国上厕所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在城市里徒步观光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Okay, that is today's video. How much did you get? Again, I hope this video is helpful. If you like it, if you like what I do, please leave a like and subscribe. And if there are other things that you want me to talk about in the Comprehensible Input series, feel free to comment down below. And besides all these videos, I'm now also posting some trivial knowledges in my membership thread. Memes, slang, concepts that I can't find equivalents in English, I'm posting all of them in my membership thread. If you want to learn those things, welcome to subscribe to the membership. Anyway, thank you all for watching this far. I hope to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Bye bye.